电影麦克风带你玩电影，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看完电影就爱皮皮的玄酱。1994年，由李连杰主演、陈嘉上导演、袁和平担任武术指导的《精武英雄》，是功夫电影史上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是动作电影的教科书。20多年过去了，本片的经典指数依旧屌炸天，几乎没有人会去质疑它在功夫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精武英雄》在众多功夫电影中脱颖而出，成为难以被超越的经典之作呢？今天玄酱就跟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助推《精武英雄》成为经典的关键要素。陈师傅，那么早起来跑步啊？哎，你看我们全部兄弟都来了，他们要跟你学功夫哎。关键要素之主题升华。《精武英雄》翻拍自1972年李小龙的经典功夫电影《精武门》。《精武门》之所以经典，除了李小龙的个人魅力之外，影片主题也是从功夫电影中所经常表现的个人复仇那种相对狭隘的江湖恩怨，提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片中充满洋溢着高昂的民族精神，那种强烈的爱国意识无疑也引起了观众们的广泛共鸣。但是精武门更侧重打戏以及对李小龙功夫的展现。混蛋！而精武英雄则在精武门的基础上对主题进行了升华。除了那些精彩的打戏之外，精武英雄也对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行了客观的反思。他不再单纯的以一种愤怒的方式去激发观众的爱国意识，而是以一种理性自省的方式，重新去审视那段沉痛的历史，客观的去探讨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应该有的自强之道。大日本帝国到了今天，无论经济、科技、工业以及军事力量，都大大的超越中国。动作太花俏不一定有效，学功夫不能死练。影片通过对武学之道的探讨，巧妙地影射了中国当时落后被侵略的原因，固步自封。如果当时的中国能够像片中的陈真一样，敢于突破传统形式，善于接受学习新事物，并且吸取百家之所长为己用，那就不会落后挨打啦。这样踢哪有力啊？我告诉你，日本武术里有一种侧踢，虽然很简单，可是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我只是个教头，不是走狗。而片中正面形象日本人的出现，更让影片展现出了非凡的大气度。毫无疑问精武英雄是一部有着更深层面思想、不卑不亢而且自信自强的功夫电影。中国之物不可以进红口道场，出去！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你们是印度店的巡捕，不可以在这里执法。我现在不是什么巡捕，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陈真和霍廷我一定要带走。格斗是最忌心浮气躁，一定要气定神闲。你师傅应该教过你这些基本道理。我师傅没那么多废话，你到底打不打？关键要素是武学之道。精武英雄致敬的不仅只是《精武门》这部电影，袁和平为陈真设计的武打动作，也是对李小龙截拳道的一种致敬。电影中通过那些精美的武打设计，展现出了截拳道的技法在实战中的魅力。更为难得的还是以截拳道的道义为基础，引出并且探讨了真正的武学之道。中国人的武功是强调个人的修为，而不注重实战。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晋级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你完全错了。第一场在日本学校，陈真遭到了黑龙会成员的挑衅和侮辱，他并没有让这场打斗演变成一场厮打，而是使用关节技，干脆利落的瞬间消除了一众对手的攻击性和威胁性，继而快速的终结了这场打斗。这也正好展现了武学之道的初级理念。学武之人重在强身健体，自卫防身，而并不是姿势斗狠哦。
第2场，虹口道场陈真踢馆。这场打戏对李小龙版精武门进行了全盘致敬。原版中经典的陈真单挑众人的俯拍广角镜头不仅再次重现，而截拳道的实战理念也得到了更加进一步的诠释。截拳道在实战中强调务实无形式，凭本能的赶出应战。当你见到对手身体一动，那就要先发制人。在打斗中，所有的动作都必须简单直接，该做的你就去做，而并不是浪费时间跟体力去讲究招式套路。所以在这场打戏中，陈真可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哦，多次在敌人发动攻击时，快速精准地将其拦截并且击倒。前面2场打戏也通过陈真展现出了练武之人所应具备的基本修养武德，即武止戈为武，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战士的实力。第1场陈真快速终止打斗亦是如此。你们这么快就打完了呀？还要感谢人家手下留情啊，要不然你就变成残废了。德以仁义为核心理念的言行举止，陈真为借比武对芥川龙一痛下杀手是为仁，追查师傅死因并为精武门证明是为义。我去找芥川。陈真，照规矩要先下挑战书。我现在就去，管他什么规矩。第3场，陈真与霍廷恩同门对决。这场打戏意味深长，两人开始以霍家拳过招，因为陈真顾及霍廷恩的馆主身份以及顾念两人的情谊，开始颇有忍让，结果被不留情面的霍廷恩打倒，还受到同门蔑视。不需要进入日本口，大圣把他赶出精武门。于是陈真放开手脚，不拘泥于任何陈规就例，发动反击，狠狠地教训了霍廷恩。这一战马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武术与融合了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搏击术之间一次正面交锋，孰高孰低，利剑分晓。这么一场打戏，展现了截拳道的本性，即抛弃传统形式，忠诚地表达自我。同时，这也是中国封建思想与新思想的一次碰撞。正如古语所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武术界也需要有这种广阔的胸襟，才能够取长补短，不断进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与其说陈真教训了霍廷恩，不如说是教训了华而不实的中国传统武术，同时也是他对于落后封建思想的一次愤怒反抗。现在你是馆主。大圣，我不要当馆主，我也不会离开光子。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只有离开精武门。第4场，陈真与传阅文夫武学传承之战。这场打戏其实是全片中最富哲理和深意的。在搏击实战中，截拳道提倡在对手攻击的时候，格挡与反击同时进行，甚至于不加格挡而直接凭快速有力的进攻压制对手，先发制人。陈真与传阅文夫都是当时的高手啊，相比之前对付那些战五渣的日本武士，显然无法做到一招制敌。所以在两人一系列的攻守转换当中，更能够细致全面地展现截拳道搏击技法的精髓，那些连消带打的细节简直妙不可言。特别是陈真以拳击结合泰拳肘击占得上风的时候，传阅文夫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展现出了截拳道所倡导的搏击高度自由，随机应变形成一种攻击加反击之术，去反击对方。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就是最强拳。哎呦，打得蛮好看的，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两人最终以一场决斗演变成了一次武术交流，双方在交手之前所谈及的武术理论也一一得到了印证。两人对于搏击技法的理解虽然有不同，但是武术思想却高度一致。
都具有敢于打破传统形式、不断取长补短、提升自我实战能力的先进理念。与其说这是一场比武，倒不如说这是2位新老武学宗师之间武学境界的博弈与传承。练武的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了解宇宙苍生。第5场，陈真决战杀人机器藤田刚。藤田刚那可是拥有变态的身体素质，并且毫无道德底线。为了杀人，他简直可以不择手段。用电影里的话来说，就是藤田刚的杀人伎俩远超陈真。前几场打戏都涉及到相应的武学指导，而最后这场打戏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差别生死搏击。陈真不断变换战术，避实就虚，对藤田刚还使用了游击战术，最终终于找到了对手的弱点，艰难的取胜。在2人战至最后，陈真早就精疲力竭，每一回合的攻守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和意志的极限。这不仅忽略了传阅文夫之前对他的教诲，也诠释了截拳道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终极要义。我数到3，你就给我滚！1、2、3。关键要素之文戏武戏完美衔接。功夫电影通常有个通病，为了打而打，缺乏戏剧矛盾冲突和剧本故事的合理逻辑性。但是精武英雄的5场核心打戏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既顺畅合理地推动了剧情，又反映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住！滚出去！你们凭什么在这里胡闹？日本的学校不是这样速度的。第1场日本学校的打戏前后，一方面突出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紧张氛围，日本右翼分子不断欺压中国人，是为国仇，为陈真之后爆发痛扁日本人进行了铺垫。另一方面，结合打戏前陈真认真学习的画面，将陈真善于学习新事物、身手不凡，并且兼具道德涵养的角色形象清晰地勾勒了出来。渡边教授，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此外，打戏后引出了传阅文夫，同时也是通过几个细节，就将其人物背景性格交代得清清楚楚，也为他之后教诲陈真埋下了伏笔。光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传阅叔叔是个有名的穷光蛋。你们谁身上有钱啊？这个够你买新钢笔的。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你等着看。第2场虹口道场打戏，打戏前霍元甲战死擂台，精武门开始一蹶不振，是为家恨。陈真怀疑师父死因而蹊跷，所以身负国家仇恨，独闯道场，让陈真的爆发具备了合理的逻辑。我现在才看清楚，你根本不是我师父的对手。而陈真的这一次爆发，也是影片剧情的核心转折点。之后，陈真开棺验尸，日本军方的介入干涉道场，藤田刚杀死芥川龙一，并且嫁祸陈真，强迫传阅文夫挑战精武门。光子出庭为陈真作证，陈真和霍廷恩比武，陈真与传阅文夫英雄相惜，以及最后与藤田刚的决一死战等等一系列剧情，这都是由这场打斗引起的连锁反应。之后的每一场打戏都有逻辑清晰的因果关系，悬将就不再赘述。陈真，你真的那么恨日本人？我不知道。光子，生长在这个时代，你我都无法选择，请保重。关键要素之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精武英雄讲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但是片中的一众角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均被塑造的非常的真实、立体、饱满。
很好的可以融合到故事背景当中，这也提升了影片故事的表现力。陈真是一个真正有现代化思维的人，在影片的各种剧情冲突中，他表现出了沉静刚毅、飞扬自信的英雄气度。他同时也有柔情与感性的一面。在日本与恋人光子分离时，他也曾有不舍、无奈和迷茫。面对家国情仇和爱情，自然难顾周全。但是他的种种行为，那都可是无愧于英雄二字。好，那就牺牲我一个人。霍廷恩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角色，与陈真对照，他招式灵敏巧妙，实战能力却相当一般。因为心胸狭隘，主动邀战陈真。事实上，精武门里面有很多人就是服你不服我。我要跟你比一次。战败后进行了自省，在接到藤田刚的挑战书后，霍廷恩终于摒弃门户之见，把不传外星的霍家拳传给了陈真。霍廷恩也不愧是个英雄，而他与青楼女子小红的相恋，也让这个精武门少馆主显得更加有血有肉。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就将这套拳法传下去，越多人学会越好。传阅文夫是片中武学成就最高的人，不仅如此，他对中日关系、日本的军国主义有清晰的认识。影片为了展现这个人物的境界，做了层层铺垫。他和陈真在武学上亦师亦友，又敬仰死去的大师霍元甲。我不是说过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还有没有人怀疑啊？光子是一个可爱的软妹子，她不仅漂亮温柔，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伟大的女性。影片中处处显示着光子的勇气，她为了爱情独自赶往中国，为了帮陈真洗脱罪名，不惜自污。我们两个在床上没有睡，你说能干什么？最后不愿成为陈真的累赘，在中日冲突中让其为难，主动地返回了日本，等待未来的相聚。藤田刚在影片中极度的冷酷、卑鄙和残忍，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也是典型的反派大 boss。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武士道精神，就是把对与错都忘记，为了向天皇效力，即使做一个历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日本领事馆官员有着出众的政治智慧，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一切源自于政治利益。他不支持日本对中国开战，并非仁义，而是他清楚地明白，这场战争对日本政府而言，最终弊大于利。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只很强壮的蚂蚁，想要吃掉一只在熟睡中的大象。大象不醒的时候，那只蚂蚁似乎有可能有点甜头，但是万一大象痛醒的话，就算是再强壮的蚂蚁，也绝对没有赢的可能。而最后解救陈真，一方面马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被陈真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所以假装击毙陈真，给日本政府一个交代，顺水人情，做了一笔双赢的政治买卖。果然不错，是个男子汉。打死霍元甲的馆主芥川龙一，虽然功夫一般，却仍然称得上是个武者。在得知自己胜之不武之后，他深以为耻，因为武者的尊严和骄傲而死于藤田刚之手。不要把这话传出去，让人家知道精武门里面有内奸组织不好啊。龙劲松在影片中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传统礼教，因为陈真并非霍家血脉，所以他反对陈真为霍元甲披麻戴孝。哎，这是干什么？陈真不是霍家的人，怎么可以披麻戴孝呢？他对陈真各种逾越礼教的行为无法理解，甚至还提醒陈真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太过逾越自己的身份。你是很能干，但是你也要记住，田恩他才是我们精武门的唯一馆主。对于光子，他和大多数未看明智的中国人一样，对所有的日本人盲目的持否定态度。不要为了一个日本女人把师傅交代的事都忘了。但同时，他却重情重义，为精武门劳心劳力。哪怕不认可陈真，但是同样也会担忧他的安危。你们带几个兄弟跟着陈真，发生什么事马上回来通知我。走开，走开！哦，还有，我不是日本人。哦，先生，原来你不是日本人，那太好了。说不定日本女人就是这么随便。醉心楼，那是妓院。早知道这样啊，我宁可我儿子死，也不要霍爷死。同时还有很多的配角，还有龙套角色，
都完美的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贴合，他们的身上都有相应人群最具代表性的特点，玄奘就不再一一解释啦。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再重温一次精武英雄哦，还真漂亮。哎呀，出去！老总，电话。哎，什么人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玄奘还说漏了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玄奘打卡下班了，咻咻咻！